嗨，大家好，我叫 Celine， 我们又见面了。今天我们来探访一些历史古迹。在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它叫鲁班殿，它是为了纪念鲁班而兴建的宫殿。好了，今天呢，就是我们来探访一个鲁班殿，它坐落于湖南省湘潭市。今天呢，我带着我女儿呢来参观这个鲁班殿。今天又是周末，天气呢就是比较阴沉，但是整体来说，天气还是比较不错的。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鲁班殿呢，是一个比较狭小的一个就是城镇村里面。现在大家看到就是鲁班殿啊，左右两侧的话都有这个2个文物保护牌。那我们进去看一下这个文物保护牌上面写的是什么。第一个左边这个文物保护牌呢，写的是湖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鲁班殿，建于2002年，湖南省人民政府来公布的。右手边呢是关于这个鲁班殿的一个详细介绍。上面写的是鲁班殿始建于乾隆初年，1912年的时候呢被焚了，但是呢1915年的时候呢，由当地的泥木工人呢又集资重修了。这个建筑呢分为前后2进，为长方形封闭式的一个体院建筑，砖木结构，马头墙青砖飞瓦，琉璃屋基，瓦当，岩层，屋宇高省这样的一个鲁班殿。它整体这里面呢一些建筑呢，就是有这个鲁班塑像啊，还有供奉的关公啊、财神像啊等等。里面保存的比较完整的就是有一个叫湘潭古城全景图的一个泥塑。好了，现在呢，我给大家拍一个稍微远一点的距离，大家看一下这个鲁班殿上面的一个设计雕花呀、雕刻，大家可以看到上面都是用石头啊，你看雕刻的非常栩栩如生啊，比较漂亮。因为今天周末呢，这里呢刚好就是这个大门呢被锁了，我们刚刚找了周边的邻居啊，包括社区都问了，今天没办法帮我们开门，所以待会儿只能用无人机简单的飞给大家看一下，因为里面的话没办法实地参观了。你看这个整体，你看我这右手边，你看鲁班殿这边设计的，你看右手边是有一只鸟，有一只猫，然后这边呢是梅花，还有一只鹤，这里是一个仙童做的一个乌龟吧，然后看看这边的话是这边也是一朵梅花吧，最左上角的话是一本书，还有这个一盆花，还有那个，另外这个长的上面就是应该是湘潭古城的一个全景图了，这个门楣上面。然后呢就是它这个鲁班殿上面，你看上面是一个3层的一个琉璃宝福楼，然后这上面的话是梅花鹿啊，还有这些，你看这些雕刻非常精美。这个都有接近100年了。1915年的话，到今天为止的话是刚好90年整，110年整了，110年整了。你看它两侧的话都是非常不错的，这前面的话就是做了当地政府应该是做了一点点的一个修缮，但是你看看上面的这些建筑是没有，基本上是没有动过的，保存的非常完整了。
关于这个鲁班呢，我相信很多一些中国的网友啊，他应该都对这位非常厉害的这位人物应该都会有一些印象。鲁班呢是春秋末战国初鲁国人，也就是今天山东滕州的滕州人，就中国古代的杰出的工匠、发明家和建筑师，也就是我们后面封为的土木工匠的祖师爷。他是公元前507年生的，就是逝世于公元前444年。这个鲁班殿呢，它以前叫做公输殿。鲁班先生呢，他一生发明了非常具有历史价值，甚至到现在我们人们都在使用的一些工具，比如说这个曲尺啊、墨斗啊、锯子啊、刨子啊、钻子啊，还有这些农业器具啊，像这个铲子啊、石磨呀，还有甚至是他是发明的一些军械兵器，就是像云梯呀，还有这个土木工程这边的，就是扶手啊、堵工啊这样的一些建筑，对整个春秋战国的走向历史啊，都是有深远的这么一个人。好，今天的鲁班殿我们就暂时拍到这里，待会儿我们去下一个历史古迹。我们来到了第二个地方，叫望衡亭。好，对了，我们现在呢到达了这个，也是一个百年建筑，叫望衡亭。现在这边呢，在这个遥望古镇这个里面，这个上面呢有介绍了这些当地啊湖南湘潭的一些非常有名的一些书法家呀、思想家呀、军事家呀，还有这些绘画大师啊，包括齐白石啊这些，你看都是从湘潭走出来的这些名人。好，现在呢，我们到了这个望衡亭的这个正门，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写的是望衡亭，然后我的右手边呢是望衡亭的一个介绍，我看一下上面写的是望衡亭始建于晋，历史上就是极肥极建。民国17年的时候呢，由国民党陆军征将王杰俊，当时在这个湘潭来驻防的时候呢，诚心在原址上诚心修建了这样一个亭子，就是取陶凯望月之意，所以叫做望衡亭，共分为3层，全部是由发光岩来建造的。第2层呢，实际上呢就是刊有湘潭石嘴图碑记和望衡亭记的2块石碑。好，这个是这个望衡亭的一个介绍，然后左手边呢是望衡亭的一个文物保护碑，
上面写的是湖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望衡亭，2011年立的。好了，我们现在进到里面，看看这边有一棵古树吧，应该有个几十年了。这个好像也是那个，好像是那个洋枫树吧。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的右手边呢是湘江，所以它这个望衡亭是建在沿江而建的一个亭子。望衡亭它以前是登进的一位名家叫陶侃，新建的，但是被毁了以后呢，是由这个国民党陆军征将陈新在原址上重修的。现在我的进门的右手边呢是王俊凯，王杰俊将军的一个墓碑，上面写的是陆军征将王公，郑凡之墓，应该这是他的一个号吧。但是呢，这个王将军这边的墓碑呢，后面没有看到墓主，可能是不是在这个后面这个公园里面，还是说在这个下方？没办法去判断。现在呢，我们走到这个望衡亭的侧面，上面写了一个是望衡亭，上面写了一副对联，什么地为天柱，三姑石，玉色江生，什么依亭啊，那个字不是很认识，抱歉。这个整个是分3层，这个望江亭。这里还有一个类似于这一个观望台的，是个瞭望台的一样的形式，你看。这里原来也是个台阶。对的，这里就是作为监视这里就是一个地下室，做一个堡垒一样的形式看到的。好了，我们从这边上去吧。你看它这个泥头，那个黄泥头，这个台阶已经很陡峭了。对的。然后现在这个是，你看这边就是湘江了，很多货运船只来来往往。想想100年以前，这里是这个完全靠水路来运输的话，是非常繁华的一个地方。好了，这边呢，这个亭子的左右两侧，有2个麒麟，石头雕刻的麒麟。进了这个望衡亭的话，这上面是有2个，这个是属于湘潭县志的一个介绍。我看看左手边的话是，这是关于望衡亭记的一个介绍，写的是湘潭为湖南镇守的一个说明，也是望衡亭记的一个详细介绍。这边写的是王杰俊战彭韶乡书，这是民国18年7月。这是这样一个里面的一个是望衡亭的一个介绍，一个是湘潭县志的一个简介的说明。大家现在看到这两边有2颗螺丝，你知道起什么用途吗？这是应该是上2楼的一个梯子，但是这是做梯子的一个固定支撑点。现在上2楼的话，你看这是唯一的一个出入口，上2楼和3楼。但是现在这个梯子已经被拆掉了，我们现在上不去了，大家可以看得到。而且你看这上面上梯子的这个2个地方，这个石头占了有2个洞，是方便做一个固定支架的一个地方。可能现在的话，因为2楼、3楼没有太多的防护措施，所以把它拆掉了，防止有些小孩爬上去，万一不小心摔下来了，
出问题，所以当地政府把这个上2楼、3楼的这样一个台阶给拆除了啊，所以我们现在也没办法上2楼、3楼去感受、去眺望这个整个湘江啊诸位美色的一个绝佳的一个地点。你看，这是整个2楼、3楼的上面，没办法拍上去啊！你看看上面，它这块全部是整根的这个石料来直接建立的，所以那个时候就地取材。湘潭也是产石料比较多的，包括你看看这个石头仓库，你看这个柱子都是比较粗的。1932年诚心在这个原址上复建的，差不多到现在也有1932年的话有93年了，也算得上是100年的一个历史建筑。然后这个门檐的这个上方的话呢，好像是2只鹿，左右两边都有2只鹿。然后这个门檐上面好像是石花，就是石头上面刻的一些花，看不太清了。石花，然后这里也是一个台阶，刻的有字，但是看不太清这个石头上面。然后这里是一个台阶，从这边也可以上来。你看，全部是整块的这种大的石料直接堆砌而成的，所以那个时候的建筑基本上是石头啊，全部没有看到这个望衡亭，基本上没有看到一块绢料或者是木料，全部是石头这样子搭建的，全部是石料。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这个石头是什么材料的呀？这全部是麻石啊，上不去麻石来搞的呀。上不去。那么现在呢，这是另外一侧，看看这边就是湘潭的瑶湾古镇，你看这里，是个很漂亮的地方。现在目前进来了，这里就只要停车费，不需要门票。好，我们看看下面，我们走到下面去。这上面也是一个复古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建筑，这个是这是一个咖啡馆。看看这边我的右手边呢有一个望衡亭小记，这上面写了一个关于望衡亭的一个简单介绍。福山矗立于湘水肥环之江干，这个是陶侃在此驻军，以前就是登进的名将，陶侃在此驻军，就称为陶根山。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到了民国的时候，就是民国的陆军征将王杰俊将军在这个地方又诚心复建，也就为了纪念这个陶侃将军，同时又在这个江边，所以叫做望衡亭了。这是2004年立的一个望衡亭小记现在给大家拍一个这个望衡亭的一个远景。现在上不去了，整个是3层，因为里面没办法上去了，因为里面没有梯子，把梯子给撤除了，可能考虑到有些小孩子攀爬安全性不是很好，所以就不让人上去了。好，现在这个视频就是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望衡亭的一个介绍，这个有93年的历史了，离100年的话也只有差7年了。陶侃何许人也呢？他是中国晋朝的一个军事将领，他是字世衡，生于公元259年，逝世于334年。他的原籍是鄱阳县的人，后面迁
居到了这个庐江郡浔阳县。他是建兴3年也就是公元315年的时候，他率军队在这里驻守，然后呢，通过他在当地的一个经营，把这个地方，也就是现在我所处的位置姚湾，变成了一个军事镇，也变成了一个商贾繁华之地。这就是关于陶侃的一个介绍。现在上面我这边有一个特色的一个指示牌，写的是湘潭最美姚湾。然后其实像我这个望衡亭周围的，它列了很多关于湘潭的一些名人的一些介绍，像这个居水良啊，这个自言呐，包括这上面还有这个杜甫啊，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是听过这些，非常有名的这样一些大有名的一些人物，啊。好，下个视频我们再去看看另外2个历史古建筑。现在我们到了一个清代的一个巷子，叫做古商巷。我们现在走进去看一下，这里面保存了很多清朝时期的一些古建筑。你看，现在我的这个左手边，你看它这些墙绢这块就是全部是印的这个白飞粉砂的，然后里面全部印的青绢，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这个古商巷的一个介绍啊，你看看这边右边的话是新修的一堵墙。你看，这是湘潭城整的一个民谣，9整啊、10整、11整，一直到18整。这是看看，这是以前湘潭的一个老照片，好繁华的样子。好，我们再往前面走走看看，看看这个都是清朝时期的一个巷子。这个是江西会馆以前的照片。这里看到有一个江西会馆的一个照片。好了，你看现在是看看这上面，你看这是一个古的一个建筑的一个大门，这是一个庭院进去现在有人居住。上面写的是湘潭市历史建筑古商巷民居，始建于清朝，占地面积120个平方，青瓦顶，那个墙体为青绢漆层保存的比较完好。然后这边又看到了一栋古建筑，应该这个也是一个大户人家。你看这个墙体整体高度应该有10来米高了。老酒馆。然后这上面你看这个全部保持的古色古香。然后左手边写的是张云德堂，始建于清朝，青绢青瓦，发光岩石门框这样的。为关圣殿的附属建筑你看这个门牌各方面都保存的非常好。好，我们再往前面走走看看这个明巷到底有多长。看看这里，你看，这是刚刚看的这个张云德堂的一个外墙，待会我们看能不能进到里面去。这里面有人居住这里面是古色古香。这里看，这是新修的一个房子我们不进去打扰人家，没有人这里有很多这些以前的这上面你看脱落的比较严重了。这个好像是那个，这是以前的一个这是写的一个是商壁无华，西照亭，雨山圆堂，隐逸堂。然后这里进去可以看到这些。好，我们进去看看，看能不能找到。这里还有好多盆栽。
这里这里就面比较，这里比较能老。看到吗？能看到洗澡艇吗？看看，你看这个古巷还是有那么长。进来的话大概有200多米吧，200-300米长这个古巷。啊，这里的话应该是新修的一条巷子。还没有啊，拆这没有了这些。啊，这里是拆迁的，这个没有了。面食啊，你看看我们刚刚整个这条巷走进来，这个古商巷走进来，大概有200-300米长的一个距离。你看看这个房子上面，你看看，还是用竹篾、黄泥再加石灰，这样你看，保存的这样的一个房子都还有人居住在这里面。你看看到现在，这个清朝下来怎么地都有个200来年了，啊，这上面清晰可见。啊，这里面有人在里面。好，我们现在一直在往其他另外一条侧路走进来，这里又看到了2个清朝的时期的建筑，这上面写的是当铺巷15号民居，建于清朝。这是以前开的当铺，清代江西人开设的当铺，还是这个是花岗岩的那个门框，你看这是花岗岩建造的，你看这上面的雕刻艺术啊，这个门上雕刻的非常精美啊，古色古香，非常棒的一个。你看上面这个台阶也是用的这个麻石啊，以前的这种石料，在湘潭这种石料真的是很常见，基本上这个古建筑搭的这种石料非常非常多，包括我们之前刚刚前面拍的那个望衡亭，你看那个石料更长更正。好，我们再往前面走的话，看到你看这上面的也是一个木质结构的一个清朝的。刚刚前面我们拍的是不是那个竹篾啊，用那个黄泥啊、石灰搞的啊，对不对？已经脱了一点啊皮了。你看这边的话，墙体的话，你看看最下层它是横着用那个青绢打的地基，然后到了接近1米高的位置，这边就是用的是竖着的青绢往上面砌上去的了。他们那时候用的还有一点黄土进去。对了，好，我们再往，你看这个巷子比较窄，只能过一辆摩托车。好，我们现在到了另外一个石门，这上面写的是吕三元堂，也是建于清朝，占地面积是160个平方，为绢木结构，也是典型的一个商业建筑，也是江西人开设的一个当铺。那么这2个当铺是紧挨着的，它这个也是一个木质门，然后一个花岗岩的一个石门。也是，你看周边的石料，它上面还有一点雕花，但是看不清楚。上面有雕花是吧？但是已经看不清了。这上面你看，这以前能开设当铺的都是大户人家，有钱有势。这个地方也是一头牛。这上面是吧？对了，这个门，对了，上面有雕花。这里的话好像是一头鹿。也看不清，有点黑。看看，应该可以看得清，他把这个拍得更清楚了。好了，看看这里面有人住吗？我看看，好像没有人住了，已经荒废了。但是它这边你看还有现代的地标，代表之前这里是有人居住的。好，我们再往前走，现在这边就是开阔地带了，这里就是显得很宽敞了。这个你看这个房子以前这个当铺，目测的话接近有个25米到30米高，这个房子建的高度非常高，所以这个当铺修得非常的气势恢宏啊，这个当铺。这里是看看，到了街的另一边，你看到了街的另一边，我们就能看到很多这样的这个古建筑，你看看这上面都是建筑型，应该这里是到了
这个公园啊，这是湘潭体育馆啊，到了湘潭体育馆了。啊，这个就是刚刚我们拍的这个雨山园这个当铺的这个另外一个门线的改成，稍微重新做了外墙，重新做了一个贴了一个瓷砖，但是也脱落了。好，现在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看看还有哪些古建筑。好，现在呢，我带着我女儿司令，沿着这条麻石路，100多年的麻石路往上走，去看看这里之前说的那个望月亭的第一代建亭的那个人叫陶侃的墓，他就在我的左手边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叫陶侃登进的那个名将。好，现在的话，我们到了这个陶河二墓。为什么叫陶河二墓？上面有简介，就是指登进名将陶侃，江西九江人，平定叛乱的时候屯兵于此，也就是现在的福山，做了一些费极百弊的事。在他逝世后呢，在他建了一座衣冠冢，将福山改为陶公山。明末抗清名将何同蛟是南明的大臣，以兵部尚书的身份领导抗清的大业，然后呢，在这个地方被俘，并杀害在这个湘潭城内的西禅寺里，所以也就埋在了这个地方。他这个地方写的是也是建的一个衣冠冢，陶侃墓，它上面写的是他的一个生辰年月以及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就是何同蛟墓，这都是一个衣冠冢啊，这是陶侃墓的一个门楣，上面有2首诗，是陶墓壬辰，雨处仙quân风24，云层何在？如今明月作山人。这就是一个。好，我们现在进去看一下他们的衣冠冢。这个地方是以前这个首富陶公山蜀墨人住的一个地方啊。这个蜀墨人在这里开了一间茶室，方便就是陶公的后人呐，还有其他一些人过来，就是瞻仰他的人过来休息的地方。啊，这是一个地方的介绍。好，我们往上走，看看能不能走上去。啊，这里看这上面的话，这个建筑上面你看都还是用的黄泥巴，里面还是那个竹篾编制起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古老的一个房子的建筑。你看这上面的门呐，都还是那个狮子，这种古老的这种门栓，是吧？看到没有？这个只有你们实际是不是在电视上才见过，对不对？在现实生活中应该还是第一次见吧？是不是第一次见？好，你看这里面还搞了石桌子，方便这里沏茶呀、聊天呐、下围棋呀，对不对？这是一个小竹林。啊，这里一棵古树。啊，我们这有一个狭窄的地方。啊，对，应该是这个是上去的，应该是从这边上去。司令走这边上去，我们这才是一条大路，来走这边。啊，你看这里才看得到他们的衣冠冢了，从这边走上去。啊，看到吗？看到了。文保碑。这是他们的2个衣冠冢。啊，这边就是陶侃墓，湘潭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立的。这个是陶侃墓的一个介绍。好，这边写的是记，那些繁体字我才疏学浅，还不认识。旁边有2副对联。这边的左手边的应该就是那个何同蛟墓。这上面也是湘潭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然后这边呢就是何同蛟墓的一个介绍了。
这个就看不太清楚了，模糊了。啊，这边也是，写的是明革，看不太清了，因为你想明朝末年的话，到现在的话有400多年了。这个一直因为靠着湘江啊，这个风啊、雨啊、沙呀这些没有经过任何一个保护的情况下，能保存到现在，都已经非常不错了。这2个古墓，左右两边也是各有一副对联。好，我们去下一站。我们在去唐新桥的路上，看到这里有一个石刻，看到没有？这个叫民国1920几年立的。我们现在我的女儿司令在下面看到了，这里有2个文物保护碑，这上面写的是江山圣迹石刻，湘潭市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立的。江山圣迹石刻的一个简介是显示是1928年刻的，这个石刻长16米，高3.6米。江山圣迹这4个大字呢，是由国民党陆军征将王杰俊题的字，朱德上的书，为湘潭地区最重要的一处摩崖石刻。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摩崖石刻的整体的一个结构啊，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在我们去唐新桥去的路上看到的这么一个石刻啊，上面写的非常清楚。的江山圣迹啊，痕迹还是比较你看这上面写的，你看朱，这上面只看到一个朱德的一个朱，上面看不清了，上面有一个题字，然后这里写的是尺，也就是晋什么，照的很多字都掉了，因为毕竟是有接近100年了，看不太清了很多字迹。这是一个保存的一个文物。刚刚在这个江山圣迹这个文物保护单位的这个上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写的字看到吗？写的是中华民国多少年呢立的，也看不太清了。毕竟经过这100多年风雨的这个洗刷呀，一直处在露天状态下。再且它这个石刻，它不是完全石头，看到没有？都是通过这个有泥呀、沙石组成的，基本上看不太清了。然后我们下一站去看一下那个唐新桥，那个有300多年了。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来到了一座历史古桥，它的名字叫做唐新桥，它是建于清朝初年。我们来看看它有什么与众不同吧。好啦，现在呢，我们到了今天要探访的一个历史古迹的最后一站，它是一座桥梁，叫唐新桥。现在我们就站在这个桥的上面，它是一个单孔石桥。大家可以看一下旁边的这个桥呢，位于呢这个就是湘潭姚湾古镇的里面。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写的是湘潭最美姚湾，是吧？我不想改变世界，我只想不被世界改变，这是他们的一个宣传标语。你看上面是一些标识，这个景区，这个景区呢就是不要门票，只需要停车费，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里面可参观的景点非常多，有很多名胜古迹也在这里面。好，关于这个桥梁上面呢有一个公示牌，上面显示呢就是说呢，这个通车时间是通车了313年了，桥梁的长度呢是22.2米，宽度呢是5米。面积呢是111的平方米，这个是个拱式桥你看看这个桥啊，这个上面啊，你看它的雕刻啊，都是300年前的这种雕刻包括你看这个石狮子，都是非常的精美。这里还有一只兔子那是兔子是吧？你看现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没有水，还是枯水期，整体现在这个没有水从上面流下来这就是一个单拱桥。大家可能
如果是一个普通人，如果没去关注的话，谁会想到这个普普通通看上去没有名不见经传的一座桥，竟然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好，我们现在看看这个桥的上面都写了一些什么字呢？我们看看，这个也是一个石狮子，是吧？每个桥的桥柱上面都有雕刻的不同的一些动物。这什么？这个不知道一个什么样的神兽。这个呢？这个蛇吧，我也不知道啊。然后看看这个，这边呢？这上面也是石狮子，是吧？那个是山羊，对不对？是吧？好，然后看看这边，看看。哇！石林，再来这边看看，这上面，看看这边有什么样的？你看。这里应该是麒麟吧？你看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呀？你看这个。禁止摊什么？禁止摊单。啥意思？看不太清。你看这上面这里写的也是禁止推车，对不对？这里也是禁止摊单。好，我们去前面看看，是吧？你看这座桥，它上面这个地板还是用的老的那种麻石地板，然后呢，它这个柱子呢也是那种寻石料的，全是这个整条的，不是那种拼接式的那种石料做的这种桥。这个柱子，看它一路上来，它每一个这个柱子上方都有一个非常雕刻精美的这是麒麟。对了，这是什么？这个我就不知道这是什么，大象吧？原来有长鼻子。这是这是大象。猴子。这是猴子。这个还是麒麟。好，这里我看到了，这里有2个文物保护单位的2个石碑，这个是湘潭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叫唐新桥，2014年立的。这是关于唐新桥的一个介绍。唐新桥始建于清初，由萧俊义等人捐资修建，位于交通要道，经过多次修缮。然后是整个桥面是以花岗岩砌成，栏杆的话呢是34柱，每个栏杆上雕有狮子、兔子等兽，是湘潭地区最重要的古桥梁。这是关于这个唐新桥的一个介绍，以及一个保护的级别。再看看这边写的是什么呀？上面你看这个石柱子上面唐新桥写的非常清晰，上面写的是什么呀？唐新桥，这就不太清楚。公元19多少年呢？1983年还是什么？我也不认识这些繁体字。看不清了，看不太清楚了。这个桥梁以前是一个湘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交通的一个要道了。你看，这是整个，虽然桥不长，但是它的历史价值还有这个战略价值还是比较大的，在对于300年前这个地方，而且它的这个用料做工非常的扎实结实，而且承重力也是非常好的。好了，今天的话，如果大家有兴趣，你看看到湘潭来玩的话，可以到遥湾古镇这里来。虽然它这边很多这个两边呢有很多这种仿古的一些建筑，可以值得大家过来。然后这边的美食也比较多。然后呢，它的前面呢也是湘江。刚刚我们在上一个视频的话呢，也去看了这个望衡亭。现在这是我们拍的视频的最后一站，叫唐新桥。好，今天的视频我们就拍到这里了。好，史力给大家打招呼，拜拜。好，现在我们的视频就拍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下期视频再见，拜拜，拜拜。